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一件让人极其震惊和愤慨的事情，这件事火爆了整个网络，还引起了外媒的关注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。1月26日，一名关注弱势群体的抖音博主在网络上曝光了一段视频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位女子在寒冷的冬天里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居住在简陋的破房子里。仔细看，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，床上有一些冷的剩菜和馒头，可以说是住的是狗窝，吃的是狗粮，脖子上拴着狗链子。这位女人是8个孩子的母亲。事件曝光后，周围的多位村民爆料，该女子是被拐卖来的，然后被囚禁和虐待。不只涉嫌多位村民，还有村干部的参与。女子反抗，牙齿被打掉，舌头被剪。8个孩子中有7个是儿子。有网友分析，这个概率小过1%。在严重重男轻女的当地，该女子一定是生过多个女孩。这些女孩是被打掉还是被卖掉了？真是细思极恐。经过网友的努力，发现这个女人是四川多年前被拐卖的女孩。但是这个时候官方出来辟谣了，说该女子并非拐卖，他们已经领证结婚，只是有暴力倾向，所以才被单独安置。他们家庭贫困，政府每个月补贴3000元。感谢党，感谢政府。辟谣的同时，有网友反映，在网络上聊徐州拐卖事件，就会被当地的警察电话骚扰和警告。还有网友曝光了在8个孩子的女主邻居家，另一个被拐卖并虐待了20多年的女子，视频可见像狗一样在地上爬。还有更多的案例就不一一讲述了，请单独暂停视频阅读。豆瓣网友评论说，把女人像狗一样拴着，再让她生下8个孩子。19世纪的俄国小说也找不到这样的故事。其实妇女儿童被拐卖的事件在中国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根据报道，据统计，在86年到89年间，仅卖到徐州的妇女就多达48000名。2013年，根据央广网的报道，中国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，能找回的仅有1/1000。相反的，欧美国家每年收养上万名中国弃婴，而这些人很多都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才。比如去年代表加拿大获得奥运冠军的游泳选手。自从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收养法，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，已经有超过几十万名的中国孤儿被国外家庭收养。根据美国政府相关收养管理机构数据统计，美国是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，收养的中国孤儿当中约 88% 为女童，患有先天残疾残障或疾病的约占 80%。 到2019年，近9万名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弃婴与孤儿被美国的家庭收养了。但是在中国的网络上却充斥着所谓美国领养中国孩子的阴谋论，说孩子被虐待沦为童工，甚至被摘取器官。可是美国人到中国都是合法收养，要经过一系列复杂和繁琐的程序，必须要跟中国政府接洽，办理登记、护照、出境等繁琐的手续。按照法律要求，中国需要美国的家庭提交各种申请材料、财务状况和背景调查，确保被领养的孩子得到保障。美国家庭收养一个孩子平均花费3到4万美金，从申请到接收平均花费时间为2年。如果真有出现以上阴谋论的情况，那也是中国政府的失职。最近恰好春节，送一副对联给大家。上联是境外势力恶意收养，下联是中华儿女善意拐卖。横批请大家在评论区补全。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默认和纵容拐卖事件？根本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长期计划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，女婴被流产和弃养，有些地区男女比例甚至达到110:100。第二，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地区性失衡，导致有些地区极度发达，而有些地区极度落后。在这些缺少女性又贫困落后的地区，自然就催生出拐卖妇女的犯罪链条。另一方面，近几年中国出生率急剧下降，老龄化问题严重，各种社会问题导致女性晚婚少育，即便开放2胎又开放3胎，催生效果也不明显。为了催生，我为祖国生2胎这样的歌曲都能火爆网络。所以即便是女人被拐卖虐待，但是结果是为祖国生了8胎，这个男人自然是立下了大功一件，被称为英雄父亲、超级奶爸。甚至有人采访他生孩子的秘诀，还有商家找他代言广告，
并收获网友的各种捐款。抖音账号已经获得了几万粉丝和几十万的点赞，俨然成为了一个正能量网红。雕盘侠记者郝建国发文称，八孩事件反映了当前生育文化的冲突，生了8个孩子不意味着就是生育机器，并对孩子的父亲大加赞赏。恶意讨薪，恶意返乡，善意杀人，善意拐卖。很明显，徐州八孩事件涉嫌的拐卖和囚禁已经被当局定性为善意事件。当一个国家开始用善恶来统治的时候，就是对法治的极大摧残。法律将形同虚设，对当局有利的就是合法的，不利的就是违法的，用所谓的善恶来代替执行法律，这样和古代的官僚恶霸喊什么是法，老子就是法有什么区别？习近平曾提出到2035年把中国全面建成法治社会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和社会问题的加剧，中国政府必定要加强管控，政府权力的加强就会削弱司法的独立性，社会就会逐渐从法治转为人治。从历史上来看，一个王朝的兴衰，在法治的层面上从兴到亡，就是从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到老子就是法的过程。法治也是一个政权兴衰的重要指标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期影片我们讲解了虚拟货币的未来和为什么中国会打击虚拟货币。网友7788mail说，区块链建立的是信用体系而非货币体系，只要为每个人建立信用合约，而且合约是公开透明不可更改的，信用高的可以发行货币，这样就能建立起优胜劣汰的良好社会。网友 Zack 号王说，比特币能长成这个样子，中共官员功不可没，资金逃出中国，比特币也贡献了很大一份力。网友 Roy Says 说了一大堆，本质就是区块链技术。有一说一，区块链技术是未来，但是虚拟货币是虚拟币，不要把虚拟币简单就和区块链等同来说。乱世黄金不是没有道理的，黄金不仅是稀有，关键是稳定。网友 Phoenix 说，我只知道一个简单的原理，比特币数量有限，基于区块链的安全性，比特币就存在金融价值，关键是还能洗钱。主权货币政府能控制，虚拟货币能摆脱政府的控制，还有匿名性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人们要担心的是虚拟货币的泡沫化，而不是担心虚拟货币不值钱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